今天来讲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进行的如何护肤。说到护肤你可能马上会想到变美。事实上，保护皮肤本身就是维持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每天都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护肤。它们虽然不会用什么眼霜、面霜、身体乳，但经过仔细合适的清理，它们的皮肤保护的一点也不亚于人类。咱们人类也一样，护肤最关键的一步不是涂一层又一层的护肤品，而是清洗。这一讲我们就从洗脸到洗澡，把全身上下的皮肤清洁问题一次说清楚。具体来说全身的皮肤清洗可以分得很细，脸怎么洗，脚怎么泡，要不要搓澡，私处如何护理。但我要先打破所有的界限，说一说总的清洗原则。这是因为我们皮肤的结构是完全一致的，无论它长在你的脸上还是腿上，功能也都是相同的。我们的皮肤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很简单，核心只有2个字：屏障。把你的所有内在组织和外部环境隔绝开来的屏障。你泡在游泳池里，皮肉不会胀破；烈日炎炎下，你也没有脱水；你的器官没有被紫外线伤害；世界上满是微生物，你却很少生病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皮肤的屏障功能。这道屏障里最关键的在于我们表层的角质层，它就像一堵墙，保护着皮下组织。这堵墙的外面还刷了一层墙漆，由皮肤分泌的皮脂、汗液构成。墙和墙漆共同构成了皮肤的物理屏障，缺一不可。护肤的核心就是保护好这道屏障。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皮肤屏障功能现在是不是完整呢？我给你几道小测，你自己对照一下。1. 容易长痘痘，一长一大片。2. 敏感肌肤，碰啥都过敏。3. 又油又干，毛孔粗大。4. 皮肤很薄，红血丝很明显。5. 干燥瘙痒，甚至脱皮。6. 起各种疹子，湿疹、斑疹、丘疹都算。如果你符合1条以上，你就已经进入了屏障受损的初期，要引起注意了。皮肤屏障受损的原因很多，一大原因就是不正确的护肤方式，其中清洗显然是最容易破坏这道屏障的步骤。为了不犯错，我给你4个基本原则，请你记牢。原则1，不用太干净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个。你一听可能就犯嘀咕了，不都说脸洗干净了，那些贵的精华眼霜才能管用吗？可我们的脸不是桌面，越清洗就越干净。皮肤表面的脂肪、汗液，你以为是脏东西，想要一洗为快，但我们刚才说了，它是角质层外的涂料，是皮肤屏障很重要的一层。要是你每次洗脸洗澡都把这一层墙漆洗得干干净净，角质层就会裸露在空气中，结果就是油性皮肤会更油，代偿性分泌更多的油脂，干性皮肤呢就会出现干燥、发红、脱皮屑等问题。怎么才能把握好这个度，洗得干净又温和呢？我来详细告诉你多久洗一次？洗脸一般早晚各一次，晚上必须干净。当皮肤经过1天的风吹日晒，化妆品、防晒霜、细菌、死皮细胞、污垢和油脂都会积聚在脸上。如果晚上不清洁，容易进入毛孔，引起炎症。晚上洗脸的时候用温和的清洁产品，不要用毛巾搓脸。第2天早上可以只用清水洗脸。如果夏天天气炎热，或是运动后出了汗，也可以多洗一次。洗澡频次也是有讲究的，冬天建议普通人每隔2到3天洗一次，老年人1周洗一次就可以了。夏天或者喜爱运动、容易出汗的，可以每天洗一次。一次洗多久呢？洗脸3分钟，洗澡淋浴最好不要超过15分钟，盆浴20分钟足够。3到5首歌放完你就该洗完了。泡脚可以20分钟左右，最好也不要超过30分钟。
怎么知道你用的清洁产品是不是够温和呢？一个原则是选择弱酸性的产品，因为我们的皮肤表面是偏酸性的， pH 值呢大概在 4.5 到 6.5 之间。选择接近我们皮肤的弱酸性环境的洗面奶、沐浴露，洗起来才能既干净又不伤皮肤。油性皮肤的选择 pH 值为 5.6 到 6.0， 干性皮肤的则可以选择 pH 值在 4.5 到 5.0， 中性皮肤选择的 pH 值在 4.5 到 5.5 左右。全身皮肤都是用这个原则，除了你的私处。私处清洁温水冲洗就足够了，不要盲目使用市面上出售的私处清洁液。有研究发现，使用清洁液会导致私处的菌群紊乱，进而出现炎症、细菌感染的疾病。如果你还想再精细化一点，我把各种肤质适合的清洁成分、具体的化学名称列在了表格里，你可以对照去选。此外，由于我们不同部位的皮肤油脂和汗液的分泌能力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在涂抹洗面奶、沐浴露的时候，不需要雨露均沾，而是可以厚此薄彼，重点涂那些油脂、汗液分泌较高的部位，比如鼻子两侧、嘴巴附近、腋窝、胸背部。这些部位可以重点清洗，其余部位点到为止就可以。一般的清洗呢，只会损伤到强漆，但很难真正损伤到强体。然而，如果清洗过程中出现了摩擦，就很容易损伤到强体本身、角质层了。所以这里我要给你强调原则2，不能过分摩擦。商家会给你宣传去角质是护肤的一个步骤，但冯老师给你明确一下，如果做好日常清洁，无论身体还是脸部，都不需要额外去死皮、去角质。干性皮肤或者敏感皮肤更是不可以。常见的摩擦基本上就是搓澡、脸部去角质、擦干这几种。搓澡有人很喜欢，尤其是在东北，澡堂社交确实让人心情愉悦。但我要提醒你单就搓澡本身对皮肤角质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。只要你正常清洗皮肤，皮肤上本来就没有过多的脏东西，只要用搓澡巾常规力度搓下的泥，都是原本皮肤屏障中的一部分角质，当然也就有可能破坏了皮肤屏障的完整性。你可能觉得皮肤角质不是可以再生吗？是可以，但是需要28天，这28天里你的皮肤屏障就不完整了。所以澡最好不搓，如果你实在是很喜欢搓，可以考虑牛奶润滑，用柔软的毛巾，力度适中，这些都是尽可能不破坏角质的加分项。2到4周搓一次，不能更多了。身体的角质层很重要，面部就更是如此了。如果你每天洗脸，是不需要额外再去角质的。无论是用含磨砂颗粒的物理摩擦角质层，还是用果酸等酸性成分来溶解剥脱角质层，都不推荐。不过，如果你的皮肤已经习惯了去角质这件事，不做这道工序就浑身不舒服，那么油性或者老化的皮肤可以2到4周去一次角质，再多也就不行了。擦掉水分是必要的，因为自然风干会带走皮肤表面更多的水分。但不管你的毛巾、浴巾多柔软，擦干一定要快，它停留在你的皮肤上的时间越短，不必要的摩擦就越少。毛巾和浴巾呢，每3个月换一次，3天至少洗一次，彻底晾干后下次使用，否则容易滋生细菌。我的高中住校男同学很多满脸都是痘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跟他们混用毛巾不无关系。如果毛巾的卫生做不到位，一次性洗脸巾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说完不能过度摩擦，再来看原则3，水温不过高。热水能溶解皮脂，也有一定的清洁效果，但水温一旦过高，容易引起你的皮脂减少，皮肤干燥，血管壁的活力减弱，导致皮肤的毛孔扩张，皮肤失去弹性，出现皱纹。拿洗脸来说最适合的洗脸水温可以参考我们的体温37度左右。当然，这个数字不用特别精确，只要觉得手觉得温温的，不用热就已经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油性皮肤，出油特别多，可
可以适当交替使用冷热水来洗脸。热水呢有助于溶解皮脂，冷水呢避免毛孔扩张。洗澡水的原理啊，也是选和体温接近的温度，但可以稍稍热那么一点点，大约38到40度就好。泡脚的水温也是40度左右。脚上茧比较多的，脚上的角质层，也就是起茧比较厚的人，可以适当再高一点点，但不要超过60度，因为60度的水5分钟左右就可以造成皮肤的烫伤。你可不能温水煮青蛙，泡脚的水温超过了这个界限却浑然不知，脚上的角质会过度增厚来修复这个烫伤，走路的时候啊就要受罪了。清洁皮肤的最后一个原则是一定要保湿。无论洗脸、洗澡，甚至泡脚之后，都记得擦点保湿霜，才算大功告成。对于皮肤屏障来说，保湿是不可缺少的一步。擦不擦很重要，但擦什么却没那么重要。你最便宜的护手霜和你最贵的面霜，在对皮肤屏障功能的保持上，基本也没有什么差别。好了，我们回顾一下清洁皮肤的4大原则：不用太干净，不过分摩擦，水温不过高，一定要保湿。你会发现，这4大原则归根结底都是在说一件事，那就是保护好你的皮肤屏障功能。做好这4点，你就达成了护肤90%的作用。其余什么美白啊、抗衰老啊、化妆啊，都需要建立在这个屏障功能完整的前提下。你听到这讲的时候，可能已经由于过度的清洗、过多的化妆品伤害了这个屏障功能，怎么办呢？不用着急，你把这讲里所有的内容坚持做，每条都做到，不在基础的护肤后叠加过多的面膜、化妆品，我们的皮肤屏障有修复自愈的能力。有研究证实在去掉这些繁杂的东西后，大约45天就可以看到修复的成效了。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皮肤屏障都是完好的，要保护好它，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，也很重要。今天给你布置2个任务：一是早上尝试一次用清水洗脸；2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清洗产品是否是弱酸性。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交流，也把这一讲转发给你身边爱美的朋友。